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3月29日，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065.10，收盘价是1091.84，盘中最高是到达了1097.88，最低是在1053.60，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4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3416.87万股，是前一日的 1.65 倍，量增。KD 值开口不变，双线继续上行，这样的信息意味着股价将继续上行。MACD 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，出现了较前一日更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将继续上涨。我们来看看3月28日当日的这个 K 线。那在当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带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，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在 2.5% 以上，下方留有下影线，但其长度不能大于实体部分的高度，上影线很短，可以是没有。就单一 K 线而言，当日是多方强。这样的 K 线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。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3月28日生成的这个带下影线的中长红 K 线。首先，它的位置是在一个强势反弹的上涨中，当日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收盘价超过前一日的最高，当然也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当日抱有非常大的成交量，这是股价上攻的一个信号，那意味着股价会继续上涨。好，这些是 K 线信息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后续的走势。我们调入辅助线，在3月28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完成了站上，我们会看到1月19日以来的下跌，也就是这个1054这个点，并且我们会看到是3月28日当日的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它的在跳空高开盘的时候就站上了这个目标，然后股价一路向上，收盘我们会看到也完成了一个目标，对，它站上了1月18日的前高1070这个位置，那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压力位。那这是一个强势上涨的攻击。好，那接下来一个目标我们会看到一定是上方的，也就是自1月13日以来的下跌1115。好，我们向后再展开分析。那在这个1115之后呢，我们认为会是上方的1月4日的前高1208。那我们现在加一条辅助线，那这个辅助线呢是一个趋势线，它是特斯拉股价在2021年11月4日出现历史新高以来，然后在2022年1月4日又出现了一个高点，这叫
头低的一个高点，对，是一个下行通道的一个上经线。那么这个通道，我们把下经线恢复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通道，是在出现历史新高以来出现的第一个底，再出现的第二个底低，这是头低，我们会看到是个喇叭口的一个下行通道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后续股价的目标在1115之后，将是上方的这个下行通道的上经线。那这个上经线也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目标。如果我们会看到股价站上了这个上经线，那意味着自2021年11月4日创新高之后出现的股价的回档，这个回档将结束。也就是一旦走出了这个下行的趋势，那股价的目标将是过前高，对，然后甚至是创造特斯拉股价历史上的新高。那我们会看到上方是没有限制的，那但是呢，在这里我们说上方没有限制，并不是无限的上涨，而是上方过了前这个历史的最高1243.49以后，那上方就没有压力位了。那要看主力或者说是众多的投资者能够容忍到最高位能够到多少。好，我们再来继续说。那对于3月29日，我们会看到上方的目标，第一个是1115，那然后我们会看到将是当日的这个 K 线和这个上经线的交点是在1160附近，或者说是1160到1155之间，对，当然，如果在3月29日没有突破这个上经线，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交易日，如果突破这个上经线可能会更加容易，因为这个上经线的这个值啊是在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继续上涨。那股价的休息和回档呢？我们认为目前股价会继续上攻，不会出现休息。但如果出现了休息和回档，在这里我们不是想强调休息和回档，我们是想强调下方的一个支撑位。那目前的支撑位我们会看到是3月28日的最低，也就是1053这个位置，它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那我们为什么说现在不容易回档呢？因为只要目前股价出现回档，那我们会看到会有大量的买盘跟进，所以股价是不容易回档的。好，那再下方的支撑呢？我们稍后会在压力位和支撑位的内容当中给出。我们再来说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的下行呢，也是我们只有当股价跌破了，我们会看到这条下行趋势的上经线。那只有后续股价跌破了这条上经线，那我们才能讨论下行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操作规律的信息。那我们回忆一下，在对第12周的周视频预测当中，我们说在905，也就是说在第11周的周收盘905附近是一个技术上的进场点。那我们在当时说止损是设在780，然后在
对第13周的预测的视频，也就是前天我们发布的视频当中提到，这个780的止损位啊，可以上移到850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会看到第13周开盘之后有一个跳空的高开上涨。那现在我们可以把止损位从850这个位置提升到940。940我们回顾一下，是我们在这一天，也就是3月25日收盘之后，我们在讨论预测3月28日的走势的时候说，如果股价在这个位置出现回档、出现休息或回档，那940将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止损位提升到940这个位置。当然，也可以提升到，我们可以看到上方，也可以把这手停损放在120日均线值，应该是在976附近。好，那这是对于中长线的一个操作。那对于短线呢，我们认为依然可以是守5均值。当然，在3月29日开盘之后，它新生成的5均值呢，是在我们测算是在1049到1051之间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为了稳妥起见呢，可以把手停损守在3月28日的这个5均值，也就是在1021这个位置。对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方。好，这是对于短线操作。那如果说至今还没有进场，并且想要进场呢，那我们说在3月28日的这个收盘1091这个位置是一个理想的技术进场点。我们来说说为什么。首先说第一个，我们会看到3月28日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，然后当日收盘是收在高处，出现的是一个红 K， 并且下方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通常当日的成交量如果是前一日的 1.2 倍以上，我们就叫做抱有大的成交量，这是股价上攻的信号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高于前一日的最高，那并且其实我们会看到它也高于3月23日的这个最高，也是前高。所以说呢，对，在技术上3月28日的收盘是一个理想的技术进场点。那我们会看到或者说是在我们讨论技术上的进场点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不会考虑之前上涨了多少，对，而是看到目前的这个现象，意味着新一波的上涨将要开始。那我们其实回顾一下，在3月15日开始股价出现反弹以后，连续上涨到3月23日，我们会看到在3月23日生成的这叫一个倒垂线，带有长长的上影线，这是典型的变盘的信号 K 线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2日是一个休息的 K 线。那突然在3月28日，对，它出现了一个跳空的高开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个跳空的高开的收盘是高过了前面这个3月23日的变盘信号线的最高。那这说明什么呢？就是上涨休息，也就是从技术上我们说这是新一波上涨的开始。好，那这是说为什么1091这个点，也就是3月28日的收盘是技术进场点。好，那守停损我们说我们认为应该守在
1040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中间这个位置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也是3月23日这个变盘信号线的最高。或者如果保守的说，我们也可以守在这个缺口的下沿1021。好，那以上呢，这是我们介绍的目前进场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操作规律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3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我们先说压力位。首先上方的压力是前高3月28日的最高1097这个位置，接下来是1115，对，再向上我们会看到是当日的 K 线和我们画的这个上经线的交点应该是在1160这个位置。那再向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个点是1月5日的最高1170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这上经线的稍上方一点。再向下的一个压力位是前高1208，也就是2022年1月4日的最高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支撑位。支撑位开盘之后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，也就是1053这个位置。那再接下来我们说是一个压力区间，是3月29日开盘之后新生成的5均值，是在1049到1051之间。再向下是1021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下沿。好，再向下我们认为是当日新生成的10均值，这个10均值将会在97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再向下是120日均线值，是947。好，那还有呢，再向下我们再说一个支撑位，是下方的60日均线值，是在930附近。好，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，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2个可能。那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上涨，而且是一个大幅的上涨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我们认为今天依然可能是高开盘，或者叫做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一路会到达1155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148附近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那盘中跳空高开之后，盘中最低会回踩到1101这个位置。对，好，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稳步的上涨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它是高开盘，然后最高会到达1135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130。那盘中最低可能会回踩到1092这个位置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3月29日特斯拉股价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